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一个女人怎样才算见过大世面，看她喜欢做的事就知道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人生漫漫，怎么样才算是真正见过世面？有一个回答恰好给出了答案：有才华而知谦逊，有富庶而知节俭，有权威而知疾苦。对于一个女人而言，恰恰更是如此。纵然行遍千山万水，也不会被磨平了棱角，而是知世故而不世故，让自己保持清醒之余，总是不失分寸地活好当下。一彩看来，这绝对是一种人生智慧，毕竟能够承受得住生活的考验，依然初心不变且一路前行，而是生活真正的勇者。这样的女人不会困于沟沟坎坎而裹足不前，也不会因为疾风大浪的侵袭而失去方向，而是眼中有光，心中有希望，在前行的路上收获满满。人生有太多的坎坷和意外，耽误了我们的行程，我们一路寻找才迷失了方向。见过世面的女人都懂得从做自己喜欢的事开始，活成最好的姿态。一，做喜欢的事。一位55岁的清华保洁阿姨，没有钢琴基础，不懂乐理，也不识乐谱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她凭借一曲《我的中国心》而走红。邢国琴已经在清华艺教中工作了将近8年。2022年1月11日，她身穿蓝色工作服，坐在钢琴琴凳上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新年联欢会。当她弹奏《我的中国心》的一刹那，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这首曲子不仅让她在校园里火了，还引起了社交平台的热议。邢国琴对于弹奏钢琴的渴望一直都存在，每天她都能听到钢琴的美妙声音，也在艺教中心的工作中受到了音乐的熏陶。这让她心中升起了一个梦想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弹奏钢琴，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。然而邢国琴并没有自己的乐器。幸运的是，走廊角落里长期搁置的一个稍微走音的钢琴成了他的练习对象。每天工作结束后，邢国琴都会尽情地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。艺术没有门槛，热爱却不限年龄。虽然从没学过乐理知识，但他凭借着对音乐的憧憬无师自通，弹奏的指法也有模有样。人生不易，有悲伤有阴霾，可因为心中有了喜欢，便有了春暖花开。村上春树说，人活着就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无忧无虑无怨无悔。生活不止眼前的一地鸡毛，还有热爱。如果你认准一条道路，就别去想要走多久，只要走下去，总会走到路的尽头。生命太短，没有时间留下缺憾。若还没有到达目的地，请给自己打打气，再一路向前。2，与自己和解。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里。塔拉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乡下女孩，她来自一个封闭霸道的原生家庭。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各自展现出令人叹息的特质。父亲性情古怪，时而温和，时而暴躁，而哥哥对他的态度更是恶劣，经常对他拳打脚踢。他得到的是扭曲的认知和控制型的亲情。然而在他17岁那年，他第一次踏入真正的学校，他的生活开始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对于他来说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、陌生的，每一个小事都像是对他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冲击。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与室友共同整理宿舍，入厕后要洗手这样简单的道理。他觉得那些穿着暴露的女同学不雅观，甚至吃个止痛药片都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塔拉慢慢发现，她之前的观念和认知是极大的错误。那些穿短裤的女孩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不堪和粗俗，相反，她们非常善良可爱。
而止痛药也的确缓解了他的牙疼。塔拉逐渐明白，他之前所受的教育和环境限制了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，让他对外界的事物产生了偏见和误解。在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，他终于达成了与自我和解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山。在网上看过一句话，成熟就是学会与失去和解，与世界和解，与自己和解。人生的春夏秋冬，有数不清的坎坷泥泞，也有看不完的春花秋月，每一段路走过都是一种跨越。释怀那些曾经得不到的遗憾，就当是为以后所有美好所做的铺垫。无论生活怎么对你，请保持从容与优雅，持一颗平常心，付出全部努力，享受当下，过好每一天。当你面临困境，无法找到前进的路，不妨跳出来与自己和解。3. 做自己的摆渡人。一个叫刘婉的女孩，毕业后跟一帮混混在一起，因为打破了别人的头而被拘留。她的父亲匆忙赶到拘留所，卑微的讨好和认错，只为了女儿还有未来。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刘婉在深圳找到了一份工作。然而因为各种不如意的原因，她不得不辞去工作，返回家乡。父亲和母亲没有责备她，只是鼓励她再找一份新的工作。第二天早上，当刘婉醒来时，发现父母已经出门了，但桌上摆放着她最喜欢的栗子焖鸡。正午时分，她的父母从农田回来，他们只是稍作休息后便又出门了，而刘婉则留在家中，整修门口的菜园子，直到太阳落下河堤。她捶打着酸痛的后背，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离开了家。她眼前闪现出父母忙碌的身影，还有母亲被玉米叶划伤后的丝丝吸气声。刘婉找到了仍在劳作的父母，递给他们带来的茶水。在父母惊讶的目光中，她返回了家。当父母疲惫地回到家时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，而刘婉则专注地坐在一旁翻阅一本书。父亲流下了泪水，而母亲紧紧地搂住了刘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刘婉返回了深圳。几年后，刘婉成为部门小组长，还带回了一个相貌英俊的男友。在平凡的生活中能够自我觉醒，这也是一种超凡的能力。看到这样一句话，人最重要的是有能力自我恢复、自我复活、自我解救、自我救赎，永远不要指望任何人。长大后，我们慢慢懂得，人生就是一场艰辛的旅程，而心智成熟的过程有时候是漫长的。每个人都要经历困苦和磨砺，能帮你的人只有你自己，只有你自己扛过那些孤独的时刻，别人无能为力。要相信，你失去了一种东西，必然会在其他地方收获另一个馈赠。关键是我们要有乐观的心态，做自己的摆渡人。4. 把自己活成奢侈品。经常会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新闻，某女人因为过度沉迷于过上等人的生活，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，四处借钱狂买奢侈品。虽然吃穿用度很高级，可这样常常被债款追着跑的生活也让他们惶惶不安。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，这本无可厚非，但当只能用奢侈品来决定自己价值的时候，人就已经完了。当包只是包，衣服只是衣服，化妆品只是化妆品，认清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，理性消费才会活得更加自信和从容。有人把高贵穿在身上，有人却把高贵融进血液里。娱乐圈里，我很喜欢江一燕，不过更喜欢她的另一个称呼爬行者小江。与大多数明星不同，江一燕对名利看得没那么重，片子只挑自己喜欢的拍，做事只跟从自己的内心。每年她都要去山区支教1个月，穿着最普通的衣服，说着最真诚的话，过着最朴素也最高贵的生活。单从外表来看，江一燕比其他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明星差了不是一个等级。
但他骨子里闪耀着的人性的光辉，却让他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。听过一句话，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，而是一场精神的修炼。纵然物质可以让我们丰衣足食，但是如果一辈子只追求物质上的丰裕，从来不在乎精神上的收获，只会让自己越活越找不到奋斗的动力，也感受不到人生真正的乐趣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唯有精神上的富足，才会带给自己内心真正的安宁与从容。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生活，都能不辜负生活的馈赠，让自己活好每一天。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，内心永远都会保持一份清醒，明白钱财名利乃身外之物，都是过眼云烟，不盲求奢侈品，而是选择把自己活成奢侈品。人生匆匆忙忙，不过几十年，别再忽略自己，亏待自己。往后的生活，女人请学会善待自己。只要你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，日子就能开出花，越过越美。未来的路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走。假如生活充满了悲伤，也不要慌张，要坚信转角总会有惊喜。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爱自己所爱的人，学会与自己和解，找到自己的心灵居所，学会靠自己，你的人生，你最大的底气。学会保持清醒，把自己活成奢侈品。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上因为一些小事，总是夸大其词，把事情看得很重，结果总是适得其反的人？几年前，表姐曾碰上这样的领导，她每天都会反反复复地琢磨着我们给她的预算报告，不放过一点瑕疵，一旦有一点纰漏，就大发雷霆，各种刁难指责，令人很崩溃，弄得所有人战战兢兢，做事小心翼翼，不敢出任何差错。但是越小心越害怕，就越容易出错，似乎都不争气，总会出现一些小状况，让他到处去灭火。他每天疲于应付各种杂七杂八的小事，整个人精疲力竭。最后大家都觉得跟他在一起工作很辛苦，辞职离开了。其实他所发火的对象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，但在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，在遇到相同的处境时，有的人却能做到从容不迫。那他们是建立了怎样的心境，可以将问题看小的呢？一，挫折伤低的人习惯于自我归罪，否定自己的全部。面对困境时，人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放大问题的严重性，仿佛它成了压垮自己的巨石。内心的恐惧悄然滋长，让人觉得一旦失败，便是整个人生的失败。这种心理让人难以将问题视为单一事件，而是将它与自我价值混为一谈，全盘否定自己。那么会会有这样的反应呢？关键在于延伸这个概念。挫折伤或称逆商，是美国培训大师保罗斯托茨提出的。他衡量的是一个人面对挫折时的应对和超越能力。保罗斯托茨指出，挫折伤由4个因素构成：控制感、延伸、归因方式和耐力。延伸就是指人们是否将挫折带来的负面情绪扩散到生活的其他方面。高挫折伤的人往往延伸度较低，他们能够直面问题，不逃避，不夸大其词。他们明白问题已经发生，就接受它，而不是让挫败感蔓延。他们能够将问题视为独立事件，尊重事实，不让情绪泛滥。然而，低挫折伤的人则容易陷入延伸的泥潭。一次小小的挫败，他们可能会想象出无数灾难性的后果，从 A 到 B 再到 C。例如，工作中的一次小失误，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甚至怀疑自己的全部能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在面对挫败时，都难以将事件视为独立存在。一旦将每件事的成败与自我价值挂钩，就会对任何事情都看得过于重要，压力随之增大。这种心态会导致两极分化，顺利时
一切似乎都很好，一旦遇到挫折，就会将一切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，从而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和内耗。当一个人的心态如此摇摆不定时，好的时候固然不错，但一旦遇到挑战，就会将事情看得过于严重，导致焦虑和急躁，解决问题时也更容易出错。因此，若想成为一个能够承受挫折、不被延伸情绪左右的人，就需要学会区分问题与个人，将问题视为独立存在，不将其上升到个人价值的高度。千万不要自我攻击。2. 把挫折看小，学会只归因不归罪。那些习惯于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的人，往往会把问题拉得越来越大。问题一旦膨胀，他们对自己的期望也会水涨船高，心理的承受力却随之降低。在处理日常事务时，内心的负担变得沉重，犯错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增加了。如果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能够培养一种只追究原因而不责怪自己的态度，专注于问题的根源，而不是把错误看作是自己彻底的失败，那么我们的心灵就能拥有更多的空间去应对挑战。那么什么是归因呢？简单来说，归因分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。内部归因是指在遇到挫折时，我们首先审视自己，找出导致问题的个人错误。通过这种方法，我们提醒自己，犯错是人之常情，我们要勇于发现并承认自己的不足。同时，我们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分析问题，避免自我批评，然后着手改变。当我们接受自己可能表现不佳，接受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意外时，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释放，焦虑感也会随之减轻，处理问题时也会更加从容不迫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受到自恋心理的驱使，对事物追求完美，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失误。一旦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绝对完美的境地，就很难接受任何负面的反馈，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挫折，也会被我们放大成生死攸关的大问题。如果我们能从只追究原因而不责怪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，我们就能为自己赢得一个释放的空间。我们不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标准，从无休止的紧迫感中解脱出来。不要小看这种细微的思维转变，它能让我们在面对各种挑战时跳出困境，不再被焦虑和恐惧所束缚。当我们再次面对问题时，也会将问题看得更小，解决起来自然会更加轻松高效。3. 真正优秀的人都擅长把事情看小。心境决定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时的状态。许多时候，我们都误以为那些优秀的人在做任何事情时能够做到荣辱不惊，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比我们普通人聪明。事实上并不绝对，其实是他们在遭遇挫折时，能够做到把事情看小，以一个大局观的视角看待当下。一位博主张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她出身普通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大学普通，毕业就意味着失业，长相普通，气质和衣品一样不沾。作为一个三无人员，她非常迷茫，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要走到哪里去。有同事介绍对象，她就去见了，最后没有彩礼，没有嫁妆，稀里糊涂就把自己嫁了。婚后的生活可想而知，孩子的抚养，夫妻的争吵，婆家的嘲笑，缺钱的苦恼，全职妈妈的不甘，生活的一地鸡毛全向她涌来。每个人结婚都是奔着幸福去的，没想到却被生活的枪林弹雨射得千疮百孔。有一句话说，尚未配妥剑，转眼已江湖。她还没把自己活明白，自己还未完全独立，就要充当各种角色，处理各种关系。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一滩烂泥，后边没有退路，前方望不到出路。他心有不甘，不想就这样活在暗无天日里。于是他想要远离家乡，去大城市打拼。身边的人都劝他，但他却说，人的一生很长，目前的困难不值一提，
因为干的是喜欢的设计专业。他每天忘我的工作，读书，读有关设计的杂志，提高审美品味。经过3年的努力，他终于赚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，也自己买了车子、房子。他说，那段时光是他过得最充实的，因为前面有梦想，脚下正努力。回归家庭后，他成长了很多，处理各种关系游刃有余。夫妻俩带着孩子国内游、国外游，活成了别人眼里的人。有人说，生活就像海洋，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。当身在谷底，放弃很容易，可容易过后，要用一生的碌碌无为来买单。要想看到彼岸花开，必须具有冲破黑暗的勇气。可见，格局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上限。一粒盐放进一杯水里，水马上变得又苦又咸，但如果放进湖泊之中，水质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如果说问题与事情的大小是盐，那么它给你的滋味程度，则是取决于承载它的容器。所谓路随心转，境由心造，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事实上，一切外向现实的显现，都是我自己内心的投射。所以，不要让你的心局限住了原本的大千世界，而要懂得把事情看小，将问题看清，给自己的思维与内心减负，减少纠结与恐惧的心理，多让有限的心理空间容纳更多有益于自身成长的问题上。当自身成长得足够强大时，我们就会发现，真的是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一个人的一生，难免会遇到许多一时处理不了的困难，但我们要明白，每一次出错都会让你更了解自己缺少哪方面的能力和资源。只要你一边发现问题，一边想办法修补解决，下次就能跨越了。我们也常常看到，许多人尝试做了很多事情，都是以失败告终，是因为他们把错误看得太重，能量被内耗掉了，自然也就走不远了。出错是不可控的，因此别太在意。而学习是可控的，值得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。当我们说这只是小事情时，并不是说眼前的事完全不重要，而是提醒自己，不要因为做不好、做不到而情绪内耗。因为越纠结，问题就越复杂，变得越大。如果能多去思考我能做些什么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长上，问题就变小了。一个人的强大，并非他表现得有多完美，而是他有足够的勇气，面对一个有瑕疵的自我，一步步去改正，去进步和成长。最后希望你学会把生活中的许多事看小，相信自己有能力化解它们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